此时楚风脸色惨白，极其虚弱地坐在地上，而那些蕴藏封印阵法的画卷，则全部都残留着楚风的气息。尽管不可置信，可结界画师还是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知道此地还未失守，功臣不是他，而是楚风。但他根本顾不得楚风，而是尽快走到了那道门前，看着那道门上细小的裂痕，他的眼中涌现出了极度的恐惧，赶忙取出一幅画卷，贴在那裂痕之上。画卷化作阵法，将那裂痕修补。哪怕如此，结界画师还是不放心，反复检查几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才转身走向楚风。楚风小友，你刚刚真的掌控了此地的封印阵法，挡住了那气焰的攻势？结界画师问道。晚辈不才，有点高估自己了。楚风咧嘴一笑，可下一刻，一大口鲜血便喷洒而出。那封印阵法力量太强，楚风虽然成功掌控，且只是短时间的掌控，可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先将这丹药服下。结界画师取出一颗丹药，递给了楚风。楚风也是赶忙服下丹药入口。楚风的脸色倒是逐渐缓解。你是紫龙神袍，先不说你是如何掌控那封印阵法，你能够活着就已是奇迹了。结界画师仍是满脸惊叹，他从那封印阵法残余的力量能够判断出楚风的境界，但是在他看来，这个境界莫说掌控封印阵法，就算是尝试掌控封印阵法，都会被封印阵法的力量反噬而亡才对。而楚风不仅掌控了那阵法，并且此时的伤势也很轻，他感觉这简直是奇迹。前辈，为何我刚刚可以使用结界之术，后面却又被束缚了？楚风问。本来负伤之后，他也想取出丹药缓解伤势，可却惊愕地发现乾坤袋又被束缚了，同时自己真正的修为也都再度被束缚了。但是之前在那暗紫色气焰涌入的时候，他自身的力量明明都可以自由使用了，所以楚风猜测很可能是与暗紫色气焰有关。于是还不待结界画师回答，便又问道：是与刚刚那紫色气焰有关吗？是，你们进入这种生平等殿，除非有老夫的阵法力量，否则你们的力量都是被封印的，都是相同的状态。但刚刚你所见到的紫色气焰打破了此地的平衡，所以在那紫色气焰在的时候，你们被束缚的力量都被解封了。但是当那力量退去之后，你们的力量也就再度被束缚。结界画师道：前辈，那刚刚的气焰到底是什么？为何它能够打破此地的平衡？楚风问。楚风小友，这是不可外传之秘。结界画师道：晚辈知道了。楚风笑了笑，可结界画师却又突然道：楚风小友，你帮老夫一个忙吧，若是你能帮老夫这个忙，老夫就破例一次，将这些事情告诉你。前辈请说。楚风道也爽快，能否帮助老夫破解这画中阵法？其实挺简单的，仔细的帮老夫看一下，这画中都有什么？结界画师说话间，将一幅画卷取出，画卷打开，是一幅山水图。可这山水图楚风一看就知道不简单。你看得到？见楚风扫视一眼后，便将目光锁定在画卷的一处位置，而不再移动。结界画师便赶忙问道：前辈所说是这画中的众生平等殿吗？楚风问。对，你真的看得到？看来老夫找对人了。老夫找对人了。见楚风这样说，结界画师大喜。他很清楚，正常来说，这画中的众生平等殿，平常人是根本看不到的，哪怕是他也是花费多年时间才看到，但起初也是非常模糊，后面逐渐破解才渐渐清楚的。可楚风第一眼就能确定那是众生平等殿，足以证明差距。殿门可有打开？结界画师又问。有。楚风点头。那里面有什么？结界画师问。长廊，很深的长廊。楚风道。很深的长廊，除了长廊还有什么？结界画师继续追问。只有长廊，不过长廊深处有东西。楚风道。是什么？结界画师越发激动，而楚风也是看得越发认真，片刻后才道：一口棺材。一口棺材。结界画师神色变化。对，就是一口棺材。楚风道。棺材内是何人？结界画师问。看不到。楚风嘴上虽说看不到，可目光却依旧认真。见此情形，结界画师也不再追问，而是静静等待。他知道哪怕楚风也需要时间了。又过了一会，楚风摇了摇头，晚辈只能看到这里了，看来晚辈也无法破开这画中阵法。楚风道：小友莫急，你所看到的，老夫花费3万年都未能看到，而你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看到了，再花费一些时间，你一定可以破开此阵。结界画师道：前辈，你我都是界灵师，虽然晚辈结界之术不如前辈，但我能够确定这阵晚辈破不了。晚辈所看的棺材已是极限，无论日后踏入何等境界，花费多久时间，恐都无法突破。楚风道。听闻此话，结界画师呆住了，脸上有着无法掩饰的失落。抱歉了前辈，晚辈也很想帮忙，但晚辈也是能力有限。楚风道。没事没事。结界画师摇了摇头，旋即小心翼翼地将那画卷收了起来。小友，这众生平等殿真正的主人，乃是远古时期一位极其伟大的界灵师，这位大人名为乱世书生，将阵法凝聚于画的手段是书生大人所创。总之我之本领皆是书生大人之传承。听到这里，楚风心中窃喜，虽然没能帮到结界画师，但楚风知道结界画师还是打算告知他关于此地之事。书生大人留下了不少资料，其中一样介绍的格外详细，那便是此物。此时结界画师将手指向了那道大门，那里面封印着的乃是由亡灵戾气所凝聚之物。此物本是无命之物，甚至本来是无形，收集的多了才有了形态，不曾想后面竟孕育出了生命以及自己的意识。书生大人收集于他，本是想用来完成一幅画作，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完成，但收集它，书生大人也是耗费不少心血，所以不忍将其毁灭，便将其封印于此，并且书生大人还留下了掌控此物的方法。书生大人说，日后有缘人若得其传承，可观掌控此物之法，若能掌控，可完成他之遗愿。
运用此物创作一幅举世无双的画作。若不能掌握，便千万不要尝试将其解封。虽然此物只要脱离封印，要不了多久也会散去，可在散去之前，必会大开杀戒。而当年与我一同发现这众生平等殿的，其实还有我的一位好友。我们二人后面发生了一些分歧，便分道扬镳了。但他临走之时，带走了此物的掌控之法。结界画师道：“所以是您的好友回来了，是他想要解封此物。”楚风问：“我那好友乃是男子，可我今日所见却是一位女子，不知是他将此事告知了他人，还是他的后人。总之今日多亏了楚风小友了，那掌控之法的力量非同小可。若非你恰好运用封印阵法的力量在这里面守护，可能真的就被其得逞了。若此物真被解封，今日在场之人怕是无一幸免，必会被此物抹杀。”结界画师道：“那此人还会再来吗？”楚风问：“一定会，所以必须小心行事。”结界画师道：“但他不是应该也知道，此物就算解封，但时间久了也会散去，他为何还要解封此物？难道只是为了报复你？”楚风不解地问道：“此物解封散去之前会大开杀戒，但却无法毁坏众生平等殿，他应该是想借助此物的力量杀死我，真正的目的是想占有这众生平等殿。”结界画师道：“那前辈可有方法应对？”楚风问：“有的。”结界画师点了点头：“那便好。”听其这样说，楚风倒也放心不少。前辈晚辈还有一事想问。楚风道：“小友但说无妨。”结界画师道。楚风走到一幅画卷之前，指着问道：“前辈可认得此人？”楚风所指的画卷正是清玄天所留之画作，这幅画乃是一位朋友所留。结界画师道：“前辈所指的朋友是此画主人吗？”楚风问：“不是，是一个朋友将这幅画托付给我保管的，我觉得不错，便放于此地。至于此画的作者，老夫并不认得。”结界画师此话说完，又紧接着问道：“楚风小友认得此画主人没？只是觉得画得不错，所以有些好奇是何人所作。”楚风笑道：“此人个人画风确实有些明显，老夫也觉得很是不错。不过这里真正的好画，其实都是书生大人所作。楚风小友不妨找找看。”结界画师笑道：“这3幅应该是书生大人所作。”楚风说话间便指向了3幅画作，这里没有写名字的画作有着不少，远古时期的遗迹也有很多，但这3幅是楚风觉得最像的。首先功力很足，画风狂放不羁，阵法也是融合完美。楚风小友真是好眼力。结界画师笑着点头，眼中有着溢于言表的赞赏。楚风小友，这里书生大人的画作还有不少，你先继续欣赏吧，外面的事老夫还需要解释一下。随后结界画师便走了出去，毕竟刚刚的场面着实吓人，他总要给众人一个解释。至于解释，倒也是没有遮遮掩掩，而是直接说遭到了袭击。但关于此人目的，结界画师自然不会说，只能说自己也不知是何人所为，更不知此人目的。此时楚风仍留在大殿之内调节身体，他刚刚强行掌控封印阵法，的确也是付出了一些代价，还需要调理一下。楚风刚刚怎么不与他说实话？女王大人不解地问道。女王大人所指自然便是楚风为何没有直接告诉结界画师他是认得清玄天的，因为画师前辈也没有说实话，我也便不想说实话了。这不只是楚风的猜测，他也是有所根据的。他一直观察着结界画师，发现他说不认得清玄天的时候，微表情是有证明他在说谎。正常来说，结界画师这种级别的人物是能够隐藏情绪的，可刚刚竟未能隐藏。其一是楚风问的突然，让他毫无准备；其二可能说明此事于他而言也是颇为重要。这个老东西，你都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了，对你居然还遮遮掩掩的。女王大人有些埋怨，我猜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吧。楚风说道。但你若不追问，又怎么得知关于清玄天的下落？女王大人问。就算我说了，感觉他也不会告诉我。他若有意隐瞒，那说明他们交情不浅，又或者说另有缘由。就算想知道关于清玄天的事，也只能再找机会了。楚风说道。之后楚风一边调理伤势，一边认真观察这座大殿内的画作，想要看看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些关于清玄天的线索，同时也想要看看一看能不能够在这些画作之中寻找到一些对自己结界之术有帮助的提升方法。很快结界画师已经解释过了情况，并且宣布了一件事，那就是接下来会开启众生平等殿的众生门。这所谓众生门是一个蕴藏机缘的地方，据说是有机会获得远古秘宝的，所以哪怕见识过了刚刚那可怕的暗紫色气焰，也仍有许多人选择留下。当然哪怕准备开启众生门，也仍有近半的人选择离开，生怕那暗紫色气焰的掌控者再度来到。虽不知对方目的，虽然刚刚那气焰也没有伤害他们，可那暗紫色气焰所释放出的气息实在太过可怕，他们害怕自己遭殃。又过了一些时间，那些进入山谷内的人也都离开了，因为他们的观摩时间是有限的，唯有楚风还留在那座大殿内继续观摩欣赏画作。离开山谷的时候，丹道仙宗仍是由结界光团包裹离开，人们看不到他们都来了哪些人，但到了战船之上，那结界光团散去，多位身影也是浮现而出。这里面不仅有着诸多顶尖小辈，还有着一些丹道仙宗有些名气的人。丹道仙宗来的人可谓不少，但为首的正是当今丹道仙宗宗主的小女儿贾令仪。贾令仪回到战船，径直地向战船深处行去，那是重要地带，其他人都不敢跟着。当他穿过一道大门，进入了一座大殿，大殿中心有着一座类似地图的大阵，这座大阵由上百名界灵师催动着。小姐已经锁定了，贾霍少爷就在化尸山内，他气息稳定，应该没有受伤。见到贾令仪，立刻有一名长老上前禀告。应该，我要的答复不是应该，而是肯定。贾令仪怒声道。小姐息怒，阵法显示贾霍少爷的气息较为平稳，就算负伤应该也不严重，但具体的真是无法确定。那长老道，确定在化尸山内。贾令仪又问，
根据阵法显示，假货少爷的确在画师山内，这个应该不会出错。那长老又道，具体位置呢？贾令仪问。画师山深处有阵法，这个无法确定。那长老道，真是小看这楚风了，不仅认识图腾九道，竟与这个结界画师也有关系。贾令仪冷哼一声，但眼中却并无惧色。相比于图腾九道，他并不觉得结界画师有什么可惧怕的。小姐，那座阵法负担不小，您看还要继续吗？那位长老说话间，看向了大殿深处，那里还有着一道殿门。听闻此话，贾令仪向大殿深处行去，穿过殿门，又浮现出了一座大殿。这座大殿极为壮观，说它是大殿，倒不如说是自成一方天地。这座大殿的中心有着一座更为磅礴的阵法，大阵外聚集的界灵师，遍足8万名，可8万名界灵师将大阵围成一圈，人与人之间却相隔着几十米。由此可见，这座大阵有多么巨大。可偏偏在这大阵旁边还摆放着一尊巨鼎，这巨鼎的体积竟比这座磅礴的大阵还要大上1倍不止。此鼎通体红色，看着有些诡异，但哪怕用肉眼来看，也知此鼎是极为珍惜的宝物。不过最值一提的是，无论是这巨鼎还是这大阵，其中竟都散发着暗紫色的气焰，那正是先前攻击众生平等殿欲要解放邪恶之物的气焰。眼下阵法已经停止运转，而那些界灵师大多数都瘫倒在地，面色苍白，甚至有严重的都昏迷了过去。很显然，他们都是因催动阵法，身体负担过大，才变成了这个模样。可看到这个模样的众位界灵师，贾令仪不仅没有丝毫心疼，反而是斥责道：没用的东西，刚刚你们若是多支撑一下，可能已经攻破了众生平等殿。听闻此话，原本还想倾泻委屈的界灵师，则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贾令仪大袖一挥，数颗丹药如雨点一般飞向了那些界灵师，尽快调整，记住，只要不死就给我撑住，若是这一次再失败，你们都是重罪。贾令仪冷声道。而那些界灵师也是不敢怠慢，不仅将丹药捡起服下，还要对贾令仪说声谢谢。至于贾令仪，则是看向画师山，结界画师与楚风联手，坑害于我，却不知你早已是我丹道仙宗年板上的鱼肉。贾令仪眼中相比于愤怒，更多的是运筹帷幄的自信。此时，结界画师回到了楚风所在的大殿之内，并且也告知了楚风，他等一下要开启众生门这件事。而这所谓众生门，其实是一幅特殊的画卷，画卷蕴藏强大阵法，由无数个结界空间组成，只要踏入其中，人们会踏入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是有机会获得机缘的。因为是不同的世界，所以踏入众生门的人再多，也都不会相遇。所以楚风进入众生门，倒也根本不怕丹道仙宗的报复。楚风小友，你先前抵御那气焰攻击，可谓帮了老夫一个大忙。等一下，我会宣布这件事情，你无需再隐藏身形，可以光明正大的踏入众生门之内。至少在离开老夫这画师山之前，老夫可以保楚风小友安然。结界画师对楚风说道：前辈，其实晚辈不介意继续隐藏身形。楚风的意思是不想给结界画师添麻烦，毕竟丹道仙宗的实力在图腾天河内是不容小觑的。可结界画师却笑道：楚风小友，就按照老夫说的来吧。见状，楚风也是不好再拒绝，而是抱拳道：那便有劳前辈了。很快，结界画师便来到了众生平等殿的顶端。诸位，老夫宣布，众生门现在开启，今日所有到场之人都有资格进入这众生门内进行参观。话罢，结界画师便大袖一挥，将一个卷轴丢到了半空之上。卷轴起初只有半米长，可当其穿过云层之后，便化作万米巨物。随后卷轴打开，乃是一幅巨大无比的画卷。画卷从上空至下张开，尾端所垂落的地方，刚好就是众生平等殿的上方。这画作是一幅山水图，但这幅山水图所画的景象可就实在太壮观了，山河江川，应有尽有，仿佛将一方世界都画在了其中，并且在这画作中心还有着光芒闪烁的3个大字：众生门。很显然，这幅巨大无比的画卷便是众生门。看着那道巨大的结界门，在场的所有人都变得兴奋起来，哪怕站在战船之上的丹道仙宗众人也不例外。踏入众生门，便有机会获得机缘，虽然这个几率不是很大，可大家既然来了，也都想要试一试，毕竟这可是白给的机会。众生门还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啊！丹道仙宗的战船之上，贾令仪也在凝视着那众生门，只不过他的眼中不仅是兴奋，还有着一抹贪婪。可忽然，他的神色忽然转冷，因为他注意到一个身影从众生平等殿内走出，正走向结界画师的身旁。此人乃是楚风。楚风，当楚风出现那一刻，众人顿时沸腾了。毕竟楚风的名字响彻之后，他的画像也早就传遍，哪怕许多人明明没有见过楚风，可却早就知道了楚风是何长相。先不说楚风夺得了最强5尊的名头，他可还是得到了图腾9道的庇护。要问当今图腾天河人们最想见一见的人，那楚风绝对是排在前列的。今日终于见到楚风，许多人也是感到有些激动，他们预感到这个年轻人日后可能是要有着不小成就之辈。楚风！忽然一声怒吼响彻，丹道仙宗的战船内，一道充满杀意的结界大刀浮现，直奔楚风劈砍而去。可是那结界大刀刚刚发出，便破碎开来，是结界画师出手了。可下一刻，数道身影从丹道仙宗内飞掠而出，他们整齐列队，那个架势简直就像是要开战一般。结界画师，你为何要庇护这楚风？难道你与这楚风乃是一伙的不成？丹道仙宗大军为首的老者看着结界画师，凝声说道：可能是丹道仙宗给他的底气。面对结界画师，他竟是丝毫不惧，先前能够抵御来犯之敌，楚风小友功不可没。我不管你们有何恩怨，但至少在这里，老夫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若是有谁胆敢在这里伤害楚风小友，那就是与老夫为敌。话老夫说得清楚，若再敢不敬，老夫绝不客气。结界画师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纷纷感到意外。他们意外的
不仅是结界画师要保护楚风，他们意外的是，之前并不知道，原来抵御先前那股力量的攻势，楚风居然也是贡献了一份力量。那样恐怖的气焰，楚风竟也能够抵挡。不管楚风用了怎样的手段，可却也都证明了楚风的不简单。但同时他们也意外，丹道仙宗竟真的敢对楚风出手。难道丹道仙宗不惧怕图腾九道吗？在众人看来，相比于丹道仙宗，图腾九道是更为可怕的存在。而图腾九道明明已经发布过九道天诏，这种情况下，丹道仙宗还敢对付楚风，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结界画师，你好大的口气！那位老者面容转冷，大有一副就要动手的意思。都回来，怎能对结界画师无礼？就在此时，一道女子走了出来，此人正是贾令仪。见到贾令仪，丹道仙宗的众人也是赶忙退到了他的身后。而对此人们并不意外，身为丹道仙宗宗主极其喜爱的小女儿，贾令仪的身份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结界画师，他们不懂礼貌，还望您不要生气。贾令仪笑着对结界画师说道：“无碍。”结界画师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而后贾令仪看向了楚风，楚风也是看向贾令仪，二人四目相对，皆是没有说话，眼中皆是充斥着寒意，寒意刺骨，使得这方天地都仿佛落入了极寒之地。就在人们以为贾令仪会与楚风当面对质，讲述他们之间真正的恩怨的时候，可忽然贾令仪大袖一挥，便转身进入了战船之内。他竟然离去了，但唯有贾令仪自己清楚，现在还不是与楚风以及结界画师摊牌的时候。可既然见到楚风，便绝对不能就此罢休。刚刚与楚风对视，他其实是想要来一个下马威，甚至为此动用了阵法汇集于眼中。可是越是对视，他越能感受到楚风眼中的杀意，那杀意映入他之心中，快速扩散，如无尽的黑暗，很快便吞噬他的整个灵魂。尽管他不愿接受，可的确产生了恐惧。若是继续对视下去，他恐怕会支撑不住，当众出丑。这场目光的对决，他败了，这楚风绝对不能留。贾令仪暗暗说道。贾令仪内心的恐惧如山洪海啸一般席卷着他整个灵魂。贾令仪不是胆小之人，从小被溺爱长大，且自身天赋不差的他，很少有什么能够让他惧怕。可是刚刚与楚风的对视，却让他发自内心的感到了恐惧。见到楚风之前，他也听闻了楚风的一些事迹，可他并没有将楚风放在眼中。一个小辈，天赋再强，可未能成长起来之前，于他眼中也不过是随手可以捏死的蝼蚁。可是刚刚的对视，他从楚风眼中感受到的杀意，那是一种毁灭性的。甚至在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丹道仙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此子他必除，否则后患无穷。楚风小友可以进去了。结界画师此话说完，楚风便身形一纵，直接跃入那众生门之中。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纷纷掠入其中，包括已经回到战船上的贾令仪，以及先前与结界画师对峙的，也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这众生门虽然看着是一幅巨大无比的画卷，可实际上也是结界门。穿过结界门，楚风便进入了一个充斥着远古气息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之内有着一定的线索，楚风猜测跟着这些线索寻找，应该就会得到这个世界的机缘。楚风一路寻找，很快便来到了一座古城之中。古城空无一人，但这里留下的痕迹却也能够看到以前的辉煌。这里有那位的气息。楚风忽然道：“哪位？”女王大人问。淡淡：“是关中那位。”楚风说道：“你是说先前结界画师给你看的那幅画作？”女王大人问：“先前？”当结界画师得知楚风可以掌控那些封印阵法之后，便立刻拿出了一幅画作，希望楚风可以帮他破开那画中的阵法，窥探画中的秘密。而楚风倒是也能够看出其他人所看不出的部分，只是在楚风看到隐于画中的那口棺材之后，便再也看不到了。对，正是那位。楚风道：“你这个家伙，刚刚不是说你看不到那棺材里面有什么吗？”女王大人问：“的确看不到，但是我能感觉到那其中有一个人，而那个人的气息在这里也有残留。”楚风说道：“那你为何不告诉结界画师？”女王大人问：“我没有说，是因为当时我在认真凝视那棺材的时候，感受到了一抹危险的气息。”楚风说道：“危险？怎样的危险？”女王大人问：“类似于威胁的危险。”楚风说道：“你是说，是那口棺材内的存在在威胁你，不想让你将关于他的事情告诉那结界画师？”女王大人问：“不止如此，我若继续看，其实是有着一定把握可以看到那棺材内的情况的，但是那个危险的气息让我放弃了。我倒不是怕，而是我觉得那棺材内的存在很可能还在世，他散发出这种气息是对我的警示，而他既不想让我窥视其真容，我也应当给予尊重。”楚风说道：“那倒也是。”女王大人表示赞同，但旋即好奇地问道：“但这样说的话，岂不是说那关中有一个活生生的家伙？会是谁呢？难道也是被封印的？我觉得不像是被封印的，关内的那位搞不好就是众生平等殿真正的主人。”楚风说道：“是那个乱世书生。”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惊讶，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那幅画给人的感觉很是不同，有着与众生平等殿相同的气息，但那幅画内的阵法力量非同小可，给我的感觉深邃无比，仿佛是真正的世界凝聚而成，那种感觉不是那幅画，是众生平等殿的一部分，更像是众生平等殿只不过是那幅画的一部分。楚风说道：“也就是说，众生平等殿的主人还在世，那远古时期不就有活下来一位了不得的家伙？这些家伙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可真能活呀！”女王大人笑着感慨道，她倒不觉得此事多么惊叹，反而觉得很是好玩。正常来说，这么久的岁月是很难存活的，看来远古时期的一些人物的确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力量。我任重而道远啊。楚风也笑了笑，但他笑的却是自己。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在感叹自己的弱小，哪怕自己现在已经拥有不菲的力量，可距离这浩瀚修武界巅峰的距离似乎仍是遥不可及，哪怕小辈之中都还有许多在他之上的人物，就别说那些真正的强大存在了。别感叹了，
反正都会被你踩在脚下。女王大人笑眯眯的道，对楚风充满了自信，旋即又问，那这里会有机缘吗？这里有没有不知道？这个世界内一定有。楚风说话间便御空而起，立于云端之上，以俯视之姿来观望整座古城，不在这里。可是很快楚风便摇了摇头，并且可能是因为太着急还是怎么样，楚风这句话是直接说出来的，不只是女王大人可以听到，外人也可以听到。但是这里并不存在其他人，毕竟结界画师已经说了，这里拥有无数个世界，几乎每个人踏入众生门之后都会进入独立的世界，所以进入众生门，楚风倒也不用担心遇到丹道仙宗的人。随后楚风又向古城后的一片丛林飞掠而去，但在这里有机缘。楚风兴高采烈，随后便开始布置阵法，并且为利奥得到此处机缘开始四处布阵，阵法几乎遍布整片丛林。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是耗费了楚风许多时间，足足花费了3日之久。终于在第3日的时候，楚风才布置完成。阵起，伴随楚风一声轻喝，大地开始撕裂，无数树木沉入裂缝之中。但在树木下沉之际，却有一物从裂缝内升起，那是一幅卷起来的画作出现了。看到那幅画作，楚风面露喜色，可下一刻一股吸力忽然出现，欲要将那画作夺走。眼见不妙，楚风赶忙抬手之间布置出防御结界，将画作封锁，这才避免画作被抢，而顺势观望。只见不知何时，天际之上出现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面容一般，但是身材极好。不过楚风的目光却落在了她的眼眸之上，那充斥着寒意的眼眸是如此的熟悉。原来是你！楚风看着这名女子，脱口而出。他本以为在众生平等殿那山谷内所见到的女子是贾令仪，可此时才知道，原来那个在他之前踏入山谷的女子是另有其人。那位正是眼前这位。你是谁？我并不认识你。楚风说道。他之前觉得这女子是贾令仪，不仅是对方天赋很好，还因为她对自己充斥着敌意。可此时这女子的穿着并非丹道仙宗之人，那楚风就不明白她为何会对自己充斥着敌意了。可就在此时，那女子一掌轰出，结界之力汇集之后，竟有一座大山从天而降，向楚风砸来。他对楚风竟直接痛下杀手。大山压顶，蕴藏着5品半神般的力量，金龙神袍，这是这名女子的结界修为。可面对女子的攻势，楚风没有丝毫慌张，反而眼中杀机浮现。虽不知对方为何对自己有如此敌意，但你想杀我，那我便灭了你。管你是男是女，敢对我动杀念，那我也绝不客气。这就是楚风的性格。但楚风没有硬刚，而是脚下生风，身形阵法的加持之下，他快速躲避开来。可谁曾想，那女子手臂一指，大山阵法竟移动方向，向楚风追赶而来。如此巨大的阵法，竟能灵活操控，这倒是证明女子并非凡类。当然，以小辈之姿拥有如此修为，本身就不是凡类。眼见逃脱不掉，楚风则是突然止步，手指对着虚空一指，剑光四溢，一把巨剑凭空浮现，直冲云霄。这家伙！这一刻，女子眼中有金色涌现。楚风的结界之力明明是紫龙神袍，可这巨剑的威力却是与他的阵法不相上下。轰鸣炸响，无数碎石如暴雨四散开来。楚风的巨剑将那大山粉碎，可两者对碰之下，巨剑也是化作金光四散，如倒射的流星一般向女子冲击而去。虽余威仍在，可破散的阵法不值一提，女子自然没有在意。于是她捏动法诀，准备再度对楚风发动攻势。可突然间，女子眼中金色更浓，只见巨剑散开后化作的金光竟从无形变有形，纷纷化作数金色长剑，如漫天箭雨一般向他冲击而来。这一刻，他知道低估了楚风，也低估了楚风的巨剑阵法。楚风的阵法竟在他的阵法之上，而他先前没有发现，是因为楚风在巨剑阵法之中使用了隐藏阵法。散后的巨剑战力并未减退，甚至巨剑本不会散，是楚风故意让其散开，就是让女子掉以轻心。但女子惊讶归惊讶，却并未慌张，而是手中法诀变化，结界之力自其体内四散而出，立刻化作守护阵法，将其护在当中。他不闪不躲，有自信，凭借着守护阵法，便将楚风那金色剑雨挡下。糟了！可当金色剑雨靠近后，女子顿时瞳孔一缩，她发现她又上当了。那剑雨不断向她袭来，起初剑雨落在防御阵法之上，的确无法造成伤害，可那剑雨层层叠加，威力也随之大增。很快，女子的防御罩便被洞穿。可就在那剑雨即将把女子刺成筛子的时候，女子却消失不见，她出现在了远处的地面之上，是传送符。原来她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有着后手。他在最初之时对楚风发动攻势的同时，也暗自丢下了隐藏的传送符，就是在危急关头直接运用传送符逃脱。虽然这种传送符逃脱的距离并不远，可速度却很快。不仅以紫龙神袍的修为施展出堪比金龙神袍的战力，还能瞬息之间布置阵中阵。你是何人弟子？女子看向楚风，眼神相比之前多了一抹刮目相看与好奇。身为界灵师，他知道刚刚楚风的攻势不仅融合了隐藏阵法，实则更是2重攻杀阵法相融而成。先前的巨剑是一种攻杀阵，后面的剑雨是另外一种攻杀阵，并且剑雨更复杂，威力也更巨大，否则不可能破开他的防御阵法。若有足够时间，这种阵法布置起来倒是不难，可若想在一瞬间布置而出，那便非常之难，需要极强的阵法掌控力才能做到。而这种掌控力是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哪怕是他都做不到，但楚风却做到了。况且楚风还是以紫龙神袍的修为施展出了堪比金龙神袍的战力，这让他知道楚风是天赋与手段皆达到极致的存在，是天才中的天才。但天才也需有名师指点，否则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所以他想知道
楚风是何人弟子？楚风没有说话，而是突然捏动法诀。下一刻，楚风竟出现在了女子身后，同时楚风手中还出现了一把结界长剑。太快了，楚风的速度快到女子反应不过来。而当女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只感觉胸口一阵滚烫，那结界长剑已是自其身后穿透了她的胸口，而这一剑刺来的强大的惯性使其趴在地上，而那剑就如钉子一般钉在她的身上。你是何时？女子看向楚风，眼中终于涌现出了恐惧。时至此时，她才知道眼前这个叫做楚风的家伙有多可怕。她已经知道楚风为何能够瞬息来到她的身后，是因为楚风也留下了传送符，只有传送符才能够拥有如此快的速度。可为何楚风的传送符刚好放在了他所放传送符的位置？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巧合，而另一种就是有意为之。天底下哪有这种巧合？楚风分明就是有意为之，但若是有意为之，便说明楚风提前发现了他所放的传送符。可他的传送符明明是隐藏状态，楚风是什么样的洞察力，能够在面对他那种攻击的时候，还能发现他布置了隐藏符？你现在还活着，是因为我想知道你与丹道仙宗的关系。楚风冷冷的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女子道：这样啊，知道了。楚风此话说完，眼中寒意再显，只见其手臂一挥，手中长剑便横扫开来，欲取女子性命。可下一刻，楚风也是神色变化，原本应该被其砍成两截的女子，竟化作一缕气焰四散开来，飘向远处后又再度恢复了本来模样。同时他胸口的伤也正在愈合，是阵法力量，但这阵法力量却与女子自身的结界气息不同，那是其他人的结界阵法，守护阵法吗？他还能救你几次？虽知女子是有守护阵法在身，才躲过一劫，但楚风却不以为然。这种阵法往往只有一次功效，而刚刚楚风已经将其破掉，短时间之内，女子应该没有这种阵法保护了。女子没有说话，而是手腕一转，一把剑出现在了她的手中。此剑长4尺，极为简陋。它简陋到什么程度？与其说是一把剑，不如说是一个黑色的铁片，甚至都不如一个小孩子的玩具木剑好看。可此剑在手的那一刻，女子脸上涌现出了绝对的自信。你很强，若无此剑，我不是你对手，但此剑在手，你必死无疑。现在告诉我，你师承何处？也许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呵，楚风淡淡一笑，没有过多的废话，而是单手捏诀，随后一掌轰出。明明什么都没有，但轰鸣却接连不断的炸响，前方的空气都为之炸裂开来，乃是一道无形但却杀伤力极强的攻杀阵法。可那女子却丝毫不惧，只见其体内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快速涌入手中那把如铁片一般的破剑之中。那破剑的剑体竟然发生变化，剑体不仅开始变得精致，剑锋变得锋利，颜色也同样发生变化，从黑色化作了红色，不是血红，而更像是玫瑰红，还闪烁着耀眼的红光，美丽而危险。随后，只见女子对着楚风一剑挥出，一道红色的剑气便飞掠而出。这道剑气呈半月状，不仅将楚风的无形阵法斩碎，更是剑气未消，直奔楚风而来。看到这抹剑气的一刻，楚风从容的脸上也多出了一抹凝重。楚风并未闪躲，而是左手捏诀，右手同样法诀变化，双手捏诀，随后右手前方一指，大地震荡，一只巨大的结界犀牛浮现，散发着结界光华，踩得大地摇晃，向女子冲击而去。伴随一声巨响，那红色剑气终于被瓦解，但楚风的结界犀牛却也随之消散。但见此情形，楚风的双眼也是微微眯起。这是何剑？楚风问。楚风注意到女子的攻击方式没有变化，仍然是在用结界之力，可是她的结界之力颜色竟然发生了变化，与剑体一般，是统一的红色。但最令楚风惊讶的是，战力原本还稍弱于自己的女子，此时竟在自己之上了。女子随意挥出的一剑，需要楚风2重阵法才能抵消，便已是最好的证明。而楚风知道，这一切应该都是源自于女子手中那把剑。现在你可没有话语权了。女子说话间，手中长剑便向楚风刺来，没有再施展剑气，而是直接对楚风攻来。可楚风注意到她的速度变得极快，但他明明没有施展身形阵法。面对这种情况，楚风只得施展身形阵法，一边后退，一边不断施展攻杀阵法，向女子攻去。可那女子不再有任何花里胡哨的阵法，就只是不停地挥动手中之剑，便将楚风的攻势全部挡下，并且她的速度之快，哪怕楚风已经施展身形阵法不断后退，可还是被女子逐渐逼近。这剑好强！楚风此时也是忍不住由心中发出感叹。可事已至此，楚风也没有选择，而是不再发动攻势，加强身形阵法进行逃窜。同时，楚风左手捏诀，而右手则是剧烈颤动起来，是因为用了巨大的力量才会如此。至于女子，则是始终没有用剑气发动攻势，就这样在楚风身后追着。若想活命，告诉我你师尊是谁？女子问道。你先告诉我你师尊是谁？你手中的到底是什么剑？楚风问道。我说了，你现在没有话语权，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就打到你说。女子说话间，脚步猛然一踏，速度竟变得更快，手中长剑也是对着楚风的胸口刺来。但楚风注意到女子开始手下留情了，这一剑不是致命的攻势，他似乎是故意的，想报刚刚被楚风刺穿胸口的仇。不过面对女子攻势，楚风则是身形微微一闪，随后右手猛然握紧，一把结界长剑便出现在其手中。长剑出现的同时，楚风的攻势已然发起，剑体完成，攻势已成。楚风突然间的攻势极其凌厉，女子也是有些猝不及防，但还是闪身躲开。可谁曾想，楚风就像是预测到了他的动作，几乎在女子闪身的同时，楚风手中长剑的攻势已然变化，对着女子闪身的位置刺了过来。这一次，女子不再闪躲，而是手中长剑向楚风的长剑挥砍而去。可谁曾想，
楚风常见的攻势再度变化，直奔女子的手腕刺来。女子不得已之下，只得停止攻势，向后退去。但楚风则是身形前倾，身体加快速度的情况下，手中的长剑再次预判到女子逃脱的方位，再次攻来。你这家伙！此时，女子眼中的自信再度被惊讶取代。她本以为在战力压制楚风的情况下，能够轻易击败楚风，但此时她意识到，抛开阵法不谈，楚风这战斗技巧完全在他之上，不会有错。如果只是一次两次也就算了，因为一次两次那可能是巧合。可现在的情况是，他的所有攻势都被楚风预判到了，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楚风的战斗技巧在他之上。近身缠斗，楚风用他的战斗技巧弥补了战力不足的缺陷，甚至出其不意之下，楚风的攻势宛如狂风暴雨，攻得女子毫无喘息机会，还使得女子落入了下风。眼下楚风身上缠绕身形阵法来增强速度，手中的结界长剑来增强战力，是完全在用结界阵法进行战斗。可他的攻击方式却是修武者的攻击方式，并且不是寻常的方式，那是一种剑法。楚风是在借用戒灵师的力量来使用修武者的攻击方式，但如此强横的剑法，足以说明楚风在修武方面的造诣都样非同小可。意识到这一点后，女子也明白必须与楚风拉开距离，近身缠斗他反而会吃亏。但楚风哪里不知道这一点，根本就不给女子摆脱的机会，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宛如暴风雨一般，逼迫的女子喘不过气。哼，休要小看我！忽然，女子眼中也是涌现出了那长剑上的红色光芒。这一刻，女子的整个气息都发生了变化。紧接着，女子的速度、力量竟全部再度提升。她终于挡下了楚风的一击，这是二者手中之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碰撞。可只是这一次碰撞，便将楚风手中的结界长剑震出了无数裂痕。若再有一次对撞，那楚风的结界长剑必然彻底粉碎。但那可不是寻常的结界阵法，不然楚风不会耗费这么久的时间来凝聚。此剑本该坚固无比，可在女子那长剑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挡开楚风的攻势之后，女子手中的长剑再度刺来，但是这一次，女子的力量明显又恢复了，虽然依旧强大，但却不再如刚刚一瞬间那般强大无比。这说明那一瞬间的强大，女子也无法长时间维持。但楚风害怕女子再度施展出刚刚那一瞬间全面增强的力量，于是赶忙向后退去。见楚风向后退去，女子倒也没追，同样身形移动向后退去。刚刚的又是什么？楚风问。此时楚风对女子的敌意倒也不如之前大了。虽然女子刚开始的确是想置楚风于死地，可后面在对楚风身份产生好奇后，她已不再招招致命，而只是想将楚风制服。至于楚风，在意识到了女子不简单后，也很想与女子谈谈，因为那把剑，楚风太好奇了。楚风的结界战力极为强大，可就是如此强大的结界战力，今日竟被女子压制了，一切都因为那把剑。女子没有回答，而是对楚风道：“你上当了，什么意思？”楚风问：“我刚刚的攻势本来就没有想杀你，只是想吓唬你，逼迫你与我拉开距离。你很强，我与很多修武高手交过手，但他们都没有你的手段。我若没有猜错，你主修应该是修武，若不是此地限制武力修为，只能施展结界之力，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女子说道。楚风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为何说我上当了？”近身纠缠，你的剑法弥补了战力弱于我这件事，但是拉开距离，我便处于不败之地。女子自信的道：“不败之地吗？”楚风淡淡一笑，随手法诀忽然变化，下一刻，大地之中光芒四起，突然翻腾，万物粉碎，一座磅礴无比的大阵冲天而起，覆盖面积之广。楚风与女子皆在其中，可楚风安然无恙，那女子却被束缚在了半空之上。女子被阵法压制，深知这座阵法的威力有多恐怖，而看了一眼四周，她恍然大悟，这是一座工程浩大、需长时间才能布置而成的攻杀大阵。原来楚风花费3日时间所布置的阵法，根本就不是为了破开机缘所在，而是布置了这一座威力强大的攻杀大阵。楚风早就发现他了，这座阵法就是为他准备的，立于不败之地的，乃是楚风。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女子看向楚风，眼中有着难以置信。实不相瞒，你刚来的时候，我便发现了。楚风说道。他没有说谎，楚风先来到的这座古城，但很快便察觉到了还有人也来到了此地，并且这个人的实力楚风无法确定。为了保险起见，楚风便在与淡淡交谈、暗中交谈的时候，故意将话说了出来，实则就是故意说给外人听的。表面是为了窃取机缘开始布阵，实则是布下了一座有利于自己的控制局面的大阵。这座大阵攻防一体，攻可像现在这样压制女子，甚至可以抹杀女子；防不仅可以用来防御，还可以将楚风随机传送到远方。楚风是做了2手准备，若是斗不过对方，就凭借此阵进行逃脱。女子又观察了一下这座大阵，随后又看向楚风，她知道楚风不是在吹牛，正因如此，她才知道他今日败得彻底。你到底什么来头？女子问。楚风没有回答，而是看着女子手中那把剑，忽然笑了。你这把剑不错。话罢，楚风探手一抓，一股吸力便笼罩了女子手中的长剑。可很快楚风眼中涌现出意外，他惊愕地发现，竟无法将那长剑从女子手中夺过来。那感觉就好像是有着一种结界，那结界的作用就是防止更为强大的力量将其从女子手中抢夺。有点意思，楚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法宝，可越是如此，越是想要得到，于是开始催动阵法力量，强行将那长剑从女子手中抢夺。但哪怕如此，仍是无法将那长剑夺过来。没用的，这剑不是你能驾驭的。女子此时也是开口，她有着绝对的自信，那就是哪怕她被压制，可她也有着绝对的自信，这剑不会被楚风抢走。但很快，她的脸色变了，
自信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慌张。他惊愕地发现，他手中的长剑在微微颤动。这种颤动不是因为楚风那犀利，而更像是在动摇。是这把剑在动摇。为何动摇？自然是因为楚风。楚风，我记住你了。女子看向楚风，随后周身被红色结界之力缠绕，下一刻竟消失不见。传送之力，楚风无法确定是女子提前布置的传送阵法，还是身上的某种守护阵法。总之，那传送之力很强，哪怕自己这大阵威力不俗，可女子还是顺利逃脱了。那女子手上的剑很特别啊，但她好像不是七界圣府的人。此时，女王大人也是开口，我也感觉她不是七界圣府的人，但那把剑的确很是厉害。看来浩瀚修武界还真是藏龙卧虎，并不是所有厉害的剑灵师都出自七界圣府。但不管他是哪里的，那把剑真的太棒了。他刚刚与那把剑融为一体，自己的结界战力获得了全面加持，他的战斗变得简单起来，无需布置任何阵法，只是最简单的攻势便可以发挥出极强的威力。若此剑能为我所用，也许我的结界战力将更上一层楼。楚风说这话的时候，口水都快流了出来，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把剑的喜爱与渴望。只是可惜，居然被他逃掉了。女王大人遗憾的道：“以后也许还有机会。”楚风道：“那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女王大人也是察觉那女子不简单，从她能从楚风这种阵法之中逃脱，就知道她的手段也不简单了。所以女王大人也很害怕，害怕她卷土重来。应该不会了，她逃得很远，似乎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楚风说道：“看来是被你吓到了。”听闻此话，女王大人露出了轻松的笑容。那女子很强，女王大人都不敢小觑，可就是这种对手，来时自信满满，结果最终却狼狈逃。虽然不得不承认，那女子的手段也很利奥的，但至少这次对决还是楚风更胜一筹。而面对这种对手的获胜，更加满足，倒是可以认真破解此处机缘了。随后，楚风又催动阵法，大阵的力量开始变化，旋即向那座古城冲击而去。那阵法力量落下之后，原本看似平常的古城内不仅剧烈颤动，竟还有无数道结界符咒从大地升起。你这家伙居然做了2手准备啊！女王大人面露惊喜，直至此时她才知道，原来楚风这阵法如此厉害，不仅是用来对付那女子的攻杀大阵，实际上也的确是可以破解机缘的阵法。只不过之前楚风故意撒谎，说机缘不在古城之中，实际上那机缘就在古城之中。我这阵法不仅能够破解此地机缘，还能够干扰此地机缘。楚风说道。在那女子没有现身之前，楚风已经隐隐察觉到对方的实力很强。那个时候，楚风也无法确定这阵法是否能压制女子，所以才在阵法之中布下了随机传送出去的逃脱阵法。但若是能够将楚风逼得逃脱，那么以女子的实力，便迟早也会破解此地机缘。所以楚风还在这阵法内设下了可以干扰破解机缘的阵法。只要传送阵法生效之后，那干扰阵法便会立刻生效。那个时候，就算楚风离开这里，女子想破解此地机缘的机会也将大打折扣。那女子来到这里后，不第一时间现身，就是发现楚风有些本事，本想坐收渔翁之利，却不知道在他动了歪心思的时候，就已经被楚风算计了。而随着楚风阵法的催动，古城内越来越多的符咒升起。那些符咒原本杂乱无章，但楚风却知道这符咒之中蕴藏着完整内容。此时的符咒就像是被打碎的画作，需要重新拼凑才能浮现本来模样。拼凑难度很高，可却难不住楚风。随着符咒浮现完整，楚风还未拼凑，就已经洞察到了其中秘密。但居然是道选择题，要怎么选？忽然，楚风问道：“啥意思？”女王大人反问。毕竟眼下楚风所得到的线索，女王大人可是不知道的。是一本卷轴，应该是一座阵法。我现在若是愿意，可以直接得到，得到后也就可以离开此地了。但我还有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破解机缘之后，不选择得到这个卷轴，挑战更高难度的阵法。若是能够挑战成功，将可以进入更难的世界，重新破解机缘。若是能够再度成功，将会得到更厉害的阵法。楚风说道。那个阵法比这个阵法厉害很多吗？女王大人问。可以这样说，这两者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楚风说道。那你怎么想的？女王大人笑着问道。她似乎已经知道了楚风心中所想。嘿嘿，我想的是富贵险中求。这个阵法虽然唾手可得，但我觉得没啥意思。楚风说道。那还犹豫什么？挑战便是，本来就是白给的机会，若是失败，就当做没来过这里便是。女王大人道。好，听我家女王大人的。楚风嘿嘿一笑，旋即法诀捏动，那杂乱的符咒便开始汇集到一起。随着符咒流转，整个世界都变得混沌不堪，那感觉就像是这整个世界被打碎，随后将要重组一般。而这混乱的景象，居然在众生门那个画作之上也有了体现。众生门内不同的世界是有着不同的时间限制的，往往世界越是厉害，这个时间便越久。此时，无论是何修为者，几乎先前踏入众生门的人都早已经出来了，可众生门还在运转，说明还有人没有出来。而之前踏入其中有名气的人，只有一个还没有出来。不用去想，人们也知道这位留在众生门内的人是谁。最主要的是，此时众生门的景象都开始变化，原有的画面变成了被打碎。此时众生门内的景象宛如混沌初开，壮观震撼。画师大人，这个景象难道说是有人开启了众生门内的试炼界？不少人纷纷将目光投向结界画师，目光中渴望着答案。所谓试炼界，是有人进入众生门后踏入了厉害的世界，这种厉害的世界机缘也是较为特别，若能得到机缘，是拥有选择权的。若是这个人选择进行更高难度的挑战且成功，便会开启众生门内的试炼界。而这个试炼界内的一切，外面的人也可以通过众生门内看到。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可以见证的试炼，但这种事情
自然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上一次众生门内的试炼界开启，还是2000年前，那是图腾龙族当年的顶尖天才龙承志，当年的他乃是那个时代图腾天河公认的最强小辈，甚至可以说是浩瀚修武界的最强小辈。如今的龙承志也有2000余岁，这个年纪与小辈相比自然是很大，但与那些修炼几万年的人物比，还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论资历，在图腾龙族他是绝对的后辈，可偏偏他已是图腾龙族9期龙战的预备人选，而他靠的就是绝对的实力。而在龙承志之后，这众生门也是时常开启，可却再也没有人开启过众生门内的试炼界。难道今日楚风将开启试炼界？若真的能够做到，那楚风的名声必然会再度大噪，这可是相当于完成了堪比龙承志的壮举。试炼界的确是要开启了，并且这次开启的可与上次的不同。结界化师道有何不同？众人好奇，若是成功开启，这是一个其他人也可踏入的试炼界。结界化师道其他人也可以踏入。听闻此话，众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个个都是跃士起来。化师大人，所以说这是一个更厉害的试炼界？有人好奇地问道。结界化师点了点头，我去，这楚风竟然开启出了比龙承志大人还要厉害的试炼界，这楚风还真是恐怖如斯。众人更加激动，毕竟他们也将有资格进入试炼界，这可比纯粹看热闹要刺激得多呀。而此时丹道仙宗的战船之上，那贾令仪的表情则是很不好看，她猛然回头看向身后，在她的身后有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盘坐，这名女子正是楚风在众生门内遇到的那名女子。此时女子明明没有负伤，可脸色却很不好看，就像是遭受了某种反噬。不仅自己在疗伤，丹道仙宗的诸位长老也在帮忙。你真的不是那楚风对手？贾令仪问。我有必要说谎？女子抬头，态度并不好。相比于丹道仙宗的其他人，她对贾令仪并没有尊重与敬畏。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贾令仪问。我调整好就可以。女子道。就在此时，外面狂风大作，滔天飓风正向那众生门汇集而去。众生门如同漩涡一般旋转，同时门内景象也随之变换。很快，众生门内浮现出了一个世界的景象。通过此门，众人能够看到内部的世界。而很快，人们发现了一道身影，此人正是楚风。与此同时，楚风所在的世界之内，他也抬头望着虚空。从他的角度来看，虚空之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结界门，那结界门是开启状态。楚风能够通过它看到外面的景象，也能够听到外面的声音。楚风看了一眼周围改变的世界，又看着那悬于高空之上的巨大结界门，随后又看了看自己的握着的右手。楚风已经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喂，外面的人听得到吗？楚风高声问道。听得到。外面的许多人给予回应。那结界门不仅可以看到彼此，还可以进行对话。画师前辈，这个世界其他人也可以进来吗？楚风看向结界画师。楚风小友，这是你开启的世界，若你应允，他们也是可以进入的。结界画师说道。是这个。楚风说话间，右手的掌心摊开，一团结界阵法浮现。正是。结界画师点头。见状，楚风捏动法诀，随后催动那阵法，紧接着对着虚空一指，那阵法便化作流光，冲向新虚空之上的巨大结界门。二者相融，外面的众生门也是有了一股奇异的变化。此门开启了，但却并未完全开启，只有小辈可进吗？众人议论纷纷，一些老一辈脸上不免有了些许失望。本来还想进入这试炼界看一看，楚风虽开启了这结界门，但却设下了只有小辈可进的禁制，这使得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却也没人敢说什么，毕竟这试炼界本就是楚风开启的，楚风拥有决定权，他们没资格说什么。可偏偏不是所有人都懂这个道理，比如丹道仙宗的人。楚风怎么还设下了限制？是怕我们进去宰了你不成？这还用问？他自然是怕了。约我们来此，结果却是一个懦夫，可笑至极。丹道仙宗的许多人开始冷嘲热讽，你们是脑袋被驴踢了，能说出这种不过脑子的话？我并非设下禁止，而是进行了选择。至于我为何选择，画师前辈应该知晓。楚风说道。试炼界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进去的人越少，资源也就越多，而这个机会是楚风小友自己拼出来的。若换做老夫，老夫未必会如此慷慨。结界画师此话一出，许多人也是对楚风心生敬意，尤其是在场的小辈们，毕竟结界画师不会说谎，而楚风此举等于是将属于自己的机会分给了大家，但他本可以不分的，所以哪怕是只给小辈机会，却也已是极为大方。扪心自问，换做他们多半也会独享，不会如楚风这般大方。结界画师，谁不知道你与这楚风是一伙的？何必说这种昧着良心的话？真当我们傻吗？在场的明眼人谁看不出来，这楚风就是害怕我们进去收拾他，所以才设下了限制。至于怕资源被分配，鬼知道是不是真的。也许他必须开启此门，否则他便没有机会得到资源呢。丹道仙宗的人并不认可结界画师的话，反而继续冷嘲热讽，甚至颠倒黑白。如今此门的确有了限制，但又不是小辈不能进入。你丹道仙宗不是来了不少小辈？我若没看错，连你丹道仙宗的最强小辈贾成英也来了吧？若要教训楚风小友，他们进去不是即可。结界画师此话刚出，还不待丹道仙宗内的人回话，楚风便开口了。画师前辈，他们不敢的，因为他们很清楚，丹道仙宗的小辈只要敢进来，必然是有来无回。楚风说道。你放屁，谁给你的勇气，竟敢吹下如此牛皮？你只是夺得了最强武尊罢了，岂能与我丹道仙宗的天才相比？丹道仙宗许多人开始反驳贾成英与楚风之前的恩怨，丹道仙宗内都是少有人知晓，就别说外人了，所以不明真相的许多人也开始表示质疑。楚风真的连贾成英都不惧吗？而面对众人那质疑的目光，楚风则是微微一笑，这才说道。丹道仙宗的杂碎们莫要叫，我楚风今日就将话放在这里，这个世界在场的所有小辈都可踏入，但唯独丹道仙宗的不许。
若是有丹道仙宗的小辈胆敢踏入，来一个我杀一个，来1000个我杀1000个，但凡敢入者，我皆要他有来无回。我擦，好狂！这楚风的性格与我想的不一样啊，简直太霸道了，这根本就不将丹道仙宗放在眼里啊！对于楚风的言论，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而一些小辈们更是露出了崇拜的目光。他们知道楚风不好惹，但对于楚风的不好惹，还停留在图腾9道的庇护，却没想到楚风本人竟也如此霸道。但楚风的霸道却不让人反感，反而有种解气的感觉。丹道仙宗一直都是以势压人，今日对楚风也是如此，可他们却根本压不住楚风，反而从气势上有种被楚风压制的感觉。这种局面下，哪怕身在漩涡之外的人们也感觉非常的爽快。虽然今日的恩怨与他们无关，可平日里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曾被丹道仙宗欺压过，如楚风这般敢光明正大与丹道仙宗作对的举动，他们也曾幻想过，但也只能幻想。现实中他们根本不敢这么做，也没能力这么做，所以今日楚风的行为可以说是做了他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所以那些小辈才会心生崇拜。在他们眼中，楚风简直就是敢于对抗强权的英雄，也承载了他们的英雄梦。丹道仙宗的小辈怎么没人说话？他们该不会真的怕了吧？真的假的？贾成英不是来了吗？难道他也害怕楚风不成？眼见着楚风如此叫嚣了，可丹道仙宗的小辈却不敢回应，这让围观的众人皆是议论纷纷，不得不怀疑丹道仙宗的小辈是不是不敢应战。而那艘战船之上，先前与楚风交手的女子则是忽然开口：“我劝你们丹道仙宗的小辈不要进去。”听闻此话，站在甲板上的贾成英嘴角一阵抽搐。楚风什么角色？他可是见识过的。在他眼中，楚风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因为楚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根本不用这女子提醒，他自己也不会傻到进去，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敢进去，楚风绝对会杀了他。贾令仪也知道不能让丹道仙宗小辈进去，可现在这么多人眼巴巴的看着呢，他丹道仙宗的小辈若真的不进去，那可就是丢人丢大了。一群庸才敢于挑衅，不知怎么收场吗？难道这也要我来教？此时贾令仪也怒了，以暗中传音对先前那位挑衅楚风的丹道仙宗的那些人吼了起来，而那些人也是羞愧不已。这个局面他们一时之间还真是不知该如何处理，毕竟正常来说应当丹道仙宗小辈进去狠狠教训楚风，可实际上丹道仙宗的小辈根本不敢进去，这种情况下他们又能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倒是贾令仪走了出来，对楚风道：“楚风，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我丹道仙宗的小辈岂会怕你？你若要战也可以，你出来，我们不会出手，由我丹道仙宗小辈与你交手，但我丹道仙宗小辈不会进去的。结界画师不是说那试炼界内是属于你的机缘，那这机缘便留给你，我丹道仙宗之人不需要你的施舍。”贾令仪此话一出，虽然给出了丹道仙宗小辈不进去的理由，可这理由实在勉强。一时之间人海一片哗然，大家开始猜测丹道仙宗的小辈不会真的是惧怕楚风了吧？难道楚风真的如此强大，连贾成英都害怕？可是不应该啊！楚风若真的强大至此，那么在那图腾龙族举办的最强试炼的时候，为何不挑战半神初期，而是挑战5尊后期呢？而根据最强试炼传来的消息，楚风的修为之前还是5尊境界，就算他能夺得最强5尊的称号，可5尊终究只是5尊。莫说与贾成英比，丹道仙宗的其他小辈比楚风强的也应该不少才对啊。那么丹道仙宗的小辈为何不敢进去呢？是楚风有什么特殊的底牌吗？众人已经猜到丹道仙宗的小辈是害怕了，但却不知道具体害怕什么。看来丹道仙宗的小辈继承了丹道仙宗的优良传统，一个个的都很没种。楚风也不客气，在确定丹道仙宗小辈不敢进来后，直接讽刺起来。而楚风这番话让丹道仙宗众人的脸色很是难看。逞口舌之快有什么意思？有本事你出来！贾令仪道：“我就站在这呢，你丹道仙宗的小辈若是有种，可以直接进来；你若不爽，你也可以进来。不好意思，差点忘了，你年纪太大，根本进不来。另外你也没中。”楚风看着贾令仪说道。贾令仪被气得咬牙切齿，他可没想到楚风的嘴巴竟然如此之臭，活到这么大还没有人敢这么骂他的。至于楚风，也不与贾令仪过多废话，简单的辱骂过后，便看向在场的其他人：“诸位，此界开启时间有限，若有想进来试一试的，便都进来吧。”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一些胆大的小辈便率先动身，且顺利的进入到了楚风所在的试炼界之内。见有人成功进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眨眼间几万名小辈涌入了那试炼界之内。但实际上，在场的小辈可远不止这么一点，只是有些人胆子小，害怕进入惹到丹道仙宗，所以根本不敢进入。敢进入的也都是胆大之人，只是虽然进入了试炼界，可众人却不知道这试炼要从何开始。楚风少侠，我们该怎么做啊？不解之际，众小辈纷纷看向楚风。别急，这试炼界很快便会给予提示。相比于那些小辈，楚风则是非常的淡定。而很快，天际之上光芒闪烁，那耀眼的光芒引起结界门内外所有人的注意。人们知道这试炼界内的试炼即将开启，光芒普照，所有人都仰望凝视，无需任何感应，人们便都知道那光芒之内蕴藏着什么东西。突然间，有物体如暴雨一般从天而降，是卷轴。那卷轴就像是有意识一般，飞向在场的众人，数量刚好每人一个。卷轴打开，上面不仅符咒萦绕，还写着相同的内容。稍后，天地之间会涌现出一股特殊的力量，而这卷轴便是收集那力量的容器。只要卷轴积攒的力量达到了一定级别，这卷轴就会浮现出一座阵法图，而卷轴积攒的能量越多，那卷轴内浮现出的阵法图自然也就越强。这便是这场试炼的内容，非常简单直接，就连奖励也直接宣布了，就是获取阵法。而阵法的强弱，全凭卷轴所收集的力量多少。当然，收集力量的多少，也侧面的反映出众人各自实力的强弱。画师大人，
这里面都会有怎样的阵法呀？外面的许多人好奇地对结界画师询问起来，他们也都是界灵师，对于厉害的阵法也都是非常的向往。这个老夫也不清楚这里的一切，老夫只是一个看管者，而并非掌控者。结界画师道。而他这样说，在场的人们则是根本更加的好奇了。很快，那试炼界内如狂风呼啸般的声音自四面八方响起，顺势观望，磅礴的气焰正向此地汇集而来，很快便充斥了整个世界。这股力量是无法用来修炼的，也无法用其他手段进行收集，能够收集这股力量的，就只有在场之人手中的卷轴。但至于要如何收集，那卷轴上没有直接提示，在场之人也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来收集。而当这股力量充斥整个世界之后，天际之上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那是一炷香。此香不是实体，更似意象，它巨大无比，哪怕意象也是压迫感十足，可那香却是在燃烧状态，并且燃烧的速度还很快，显然那就是一个时间限制。待此香燃尽之际，在场的所有人都将被驱赶出这试炼界。时间紧迫，人们只得开始仔细研究其手中的卷轴，楚风也不例外。虽没有直接提示，但人们也清楚，收集力量的方法必然就在这卷轴之中。只是相比于其他人，楚风则是闲庭自若，打开卷轴之后，就像是欣赏画作一般，不急不躁，而是用那慢慢悠悠的目光打量着，似是在细细品味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很快，有人得了运用这卷轴吸收力量的方法，只见其捏动特殊法诀，那力量便开始涌入那卷轴之内。紧接着，开始不断有人寻的收集这力量的方法。转眼间，在场的之人已有20%的数量可以通过卷轴吸收此地力量。当然，因为掌握的方法不同，所以有快有慢。按照他们吸收力量的速度，再对比那试炼界的时间限制，哪怕是那已经开始吸收力量的人中，恐怕也至少有90%的人无法成功，只有1%的人能够勉强的达到可以获取阵法的地步。随着时间推移，寻得方法的人也逐渐增多。此时，在场之中已有30%的人寻得了吸收那力量的方法。至于剩下的人，从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应该是无能为力了。既然连如何吸收力量的方法都找不到，那显然就与这试炼界内可得的阵法失之交臂了。楚风他怎么还不开始啊？此时，人们都将目光放在了楚风的身上，因为楚风身为这试炼界的开启者，此时竟也是与那没有寻得吸收力量方法的人是同一阵营。这楚风该不会如何吸收那力量的方法都找不到吧？若是如此的话，那他是如何开启这试炼界的呢？难道说这楚风其实是运气好而已吗？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觉得楚风还是有他的打算。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试炼界内的那炷香已经燃烧大半，而此时一些人的卷轴已经开始闪烁出白色光华，且还有白色的龙吼。白色光华与白龙纹的力量很像，当这种力量浮现之后，就已经代表着这个卷轴是可以获得阵法的了。继续下去，说不定可以浮现堪比灰龙纹的光芒，那个时候自然可以获得更厉害的阵法。但相比于这些，人们最关注的仍然是楚风。这场试炼已是临近尾声，可是偏偏楚风仍然没有任何动作，依旧是看着那卷轴。他虽然依旧气定神闲，可是外面的人们却开始纷纷怀疑起来了。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可楚风却还没有寻得吸收力量的方法。就算现在寻得了方法，但恐怕也没有机会获得阵法了。这样的结果可与他们之前所预想的全然不同。许多人开始失望的摇头，甚至许多小辈原本眼中涌现的崇拜之色，此刻也开始褪去。毕竟他们对楚风还不了解，先前觉得楚风厉害，完全是楚风面对丹道仙宗时的气势。但气势归气势，修武界是很现实的，一个人强不强还是要看真材实料。若是楚风的真正实力不咋地的话，那就算他的气势再强，也没有人会崇拜他。楚风小友，你究竟是怎么了？此时，就连结界画师看着楚风，眼中也是涌现出些许不安。今日在场的人不在少数，而这试炼界的获取力量的方法，完全是展现天赋的好机会。今日这可是楚风名扬天下的一个好机会，他并不希望楚风错过。忽然，楚风动了，他将手中的卷轴合并了起来，是要放弃了吗？看到楚风此举，众人议论纷纷。毕竟其他人吸收力量都是将卷轴打开的，而楚风将卷轴收起，这的确很像要放弃的意思。可突然，楚风将卷轴丢向了高空，紧接着楚风捏动了法诀，法诀一出，那原本飞向高空的卷轴竟然定住了。紧接着天地震荡，楚风那卷轴竟然开始变大，10倍、100倍、1000倍、万倍。不过眨眼间，楚风那卷轴已然扩大了万倍，好厉害！他是如何做到的？见到这一幕，莫说外面的人，就连试炼界内的人也是纷纷抬头观望，眼中无一不涌现出了震惊之色。因为相比于外人，他们更清楚这卷轴的特殊之处，更清楚想让这卷轴变大是多么的困难。可以这样说，楚风现在所做的事，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只是看着虚空之上那巨大无比的卷轴，他们就已经深深折服，意识到了他们与楚风的巨大差距。紧接着，楚风法诀变化，那卷轴开始打开，卷轴还未完全打开，磅礴的力量便如河流涌入大海，开始疯狂地向卷轴涌去。可能因为力量太多，同时涌动之下，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般的声响。那等声势瞬息便盖过了试炼界内的其他人。很快，卷轴内传来阵阵龙吼，且闪烁出白色光华。没过多久，那卷轴便开始变化，龙吼更强，而光芒也是从白色变成了灰色。但要知道，此时的卷轴还没有完全打开，还只是打开了一半。而当那卷轴完全打开，横在虚空之上时，它所散发的已是蓝色光芒。但这只是开始，这卷轴自身体积巨大无比，再加上吸收力量的速度极快，所以它所吸收的力量可怕至极。卷轴的光芒仍在快速变化，紫龙纹、金龙纹、黄龙纹。终于，那卷轴停止吸收力量，
但他周身多条巨龙围绕，光芒更是神圣无比。那卷轴的光芒已是达到了圣龙纹，但要知道，此时在场之中，除了楚风这个卷轴之外，其他最厉害的也不过是一个灰龙纹而已，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了白龙纹。这种对比，简直让众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莫说小辈，就连小一辈都感觉难以置信。虽然早就猜到楚风的收获会非同小可，但却没有想到竟强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的卷轴将会蕴藏着怎样的阵法呀？就连结界画师都变得激动起来，甚至就连丹道仙宗的众人此时的表情也变了。如果说之前的事情皆是道听途说，那么今日楚风所谓，他们可是亲眼所见。若是只有楚风自己倒也罢了，那试炼界内还有那么多小辈天才呢。他们本都是各自势力的佼佼者，是各自势力最闪耀的那颗星，他们汇集一起，本也是群星璀璨。可在楚风面前，他们却变得暗淡无光。不是他们弱，而是楚风太强，这是连丹道仙宗的人都无法反驳的事情。因为抛开其他不谈，只论那试炼界内那特殊的试炼规则下，他们都不得不承认，楚风的表现是统治级的，是霸主级的，是碾压所有的。而楚风这样的表现，也是让他们不寒而栗。